好，所以正好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好，真的开始闻到那个血腥味了。这个事情真的已经感觉像山雨欲来了，真的把高虹安高虹安现在还有立法委员的保护伞呢。之前是讲说他不会愿意辞掉立法委员，就是希望这个保护伞保护他。到了最后，等于说市长的就职典礼，没有想到就在你的眼前，活生生将他撕裂开了。而且民进党之前讲，你就算有办法当选，我也让你没有办法就职；就算你有办法就职，我也让你干不完。没有错，因为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说，立法委员除现行犯外，在会期中非经立院许可，不得逮捕或拘禁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是说，如果你是现行犯的话，是有可能可以把你抓起来的。所以我认为，民进党到今天做这个动作，整整提早10天，就是要让高虹安不能就职啊，不能就职。对，这件事情很清楚嘛，因为我们所有都讲说，我认为检察官去巩固证据或检调去巩固证据，会巩固到12月25号，高虹安卸下立委身份去就任新竹市市长的时候，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可你看哦，提前10天，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，他只要做一件事，让高虹安没办法去就职嘛。那这个会去羁押他吗？就去羁押他。那这个所谓的除现行犯外，请问高虹安现行犯了什么事？串证灭共嘛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一次里面，对于很多高虹安的事情，都是什么？可串证灭共是媒体讲的啊。对，这才是我觉得最匪夷所思。都是媒体办案，而且侦查不公开，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侦查不公开问题，媒体零时差。所以你仔细看这个礼拜整个的风向，礼拜2的时候媒体就出来说高虹安适度去找谁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媒体直接下有串证灭共之余，然后呢，今天礼拜4，检察官就带人去冲立法院，所以有一本死亡笔记本。死亡笔记本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出来了，是有一本剧本。这个剧本早就写好，高虹安落选会发生什么事，当选会发生什么事。如果当选后，我什么时候要干嘛？我要确保什么事？这个剧本现在正在照民进党剧本。真假的？当然是这样。我举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，我跟大家报告。比如说这次有收押，这次传唤一些人哦。陈焕宇就高虹安办公室说，我们可以想象李宗廷高虹安男朋友，我们也可以想象。高虹安也可以想象，有一个人叫做龚卫文，他叫做陈玉文，对不对？陈玉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大概知道他是高虹安的小编，可没有人知道他跟龚经济有关系，甚至也不清楚他跟本案有什么关系。可有个人叫视察猫，他11月10号就已经先预言了，龚卫文可能会出事。11月10号，视察猫的贴文写说，请大家猜猜看，你看哦，来，台大13基的龚卫文，绰号水母。请大家猜猜看，他的助理代码是哪一个？他又捐了小金库多少钱？所以龚卫文今天被抓，他被抓了，他今天被检察官要去调查。早在11月10号，视察猫就已经知道有一个人叫做龚卫文有捐小金库，而且预言这件事。今天是预知死亡记事，这是12月15号发生的事情。视察猫在11月10号就知道，所以这不是预言的嘛，这脚本早就写好了嘛。当全世界媒体没有人知道真相的时候，视察猫已经有一本了嘛。对，我反正已经把这个讯息全部公布出来了，公布出来以后，我也把这个讯息透露出来了。那我在所有的人民已经有一个既存印象了，你就是个坏蛋。你既然是个坏蛋，抓你起来刚刚好而已。脚本写好了，氛围营造好了，那检察官就照章行事，这样就 OK 了嘛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视察猫这个贴文已经很清楚看到，没有人想到龚卫文是里面结构之一。我们只知道龚卫文是个漂亮女生，我们都知道龚卫文是帮高虹安处理脸书的小编，他回捐这个经费，我们怎么知道？没有人知道，甚至我们从今天之前没有人讨论过龚卫文，对不对？没有那突然都在讨论陈焕宇，都在讨论吴大伟第9的倒霉鬼，都在讨论这个李宗廷小兔主任，没有人知道。可是视察猫拍谁？1个月有5天前，视察猫都知道，所以这个是有剧本、有脚本，早就知道该怎么写的嘛。搞不好视察猫会通灵啊！视察猫会通灵，我真的觉得他滚一滚就通灵啦。视察猫每次都说有生喉咙，在他睡觉的时候，位置要给他，手机打出来，要证据有证据，要资料有资料。